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我们今天来聊一个非常有趣，但可能会完全颠覆你过去所有认知的主题。激励，你想想看，我们从小到大是不是都被灌输一种观念，就是胡萝卜加大棒，也就是奖励跟惩罚是让人动起来最有效的方式，对吧？小时候考试考100分，爸妈给你100块，长大上班达到业绩目标，公司就发奖金。这套逻辑啊，根本就深植在我们整个社会的 DNA 里面了。但如果我今天告诉你，大量的科学研究早就证明，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外在的奖励不但没有用，甚至还会扼杀你的创造力，拖垮你的表现。你会相信吗？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拆解这个激励的谜题。OK， 我们先来做个思想实验，很简单。你想象一下，我现在给你一个有点难度的问题，一个谜题好了，然后我对你说，如果你能比现场所有人更快解出来，我就直接给你1万块现金。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相信99% 的人心里一定是，哇，太棒了吧，有钱拿，我一定拼了命要解出来，对吧？你的大脑会瞬间进入高速运转模式，瞳孔放大，肾上腺素飙升，专注力全部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这听起来完全合乎逻辑嘛，也是现在全世界绝大部分企业运作的核心信念，用更高的薪水、更多的奖金、更诱人的分红来激励员工，去驱动创新跟绩效。但是重点来了，科学家们发现的真相可能会让你非常的惊讶。我们的故事要从一个将近80年前的超经典实验说起，它的名字叫做蜡烛问题。这是一位叫做卡尔登克的心理学家在1945年设计的。你可能会想说，1945年，那不是2战才刚结束吗？这么古老的实验跟我们现在这个 AI 满天飞的时代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关系可大了。这个看似简单到不行的测验，其实就像一面照妖镜，它清清楚楚地揭示了人类动机的一个深层秘密。一个直到今天大多数的企业管理者、学校老师，甚至我们每个人都还没搞懂的秘密。我们来看看这个实验到底是怎么做的。好，现在你就是那个受试者。实验人员把你带进一个房间，桌上就这3样东西：一根蜡烛、1盒图钉，还有1盒火柴。任务很简单明了，请你把这根蜡烛固定在墙壁上，而且点燃之后，蜡油不能滴到下面的桌子上。好，你会怎么做？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最直觉的方法嘛，直接拿起图钉，试着把蜡烛钉在墙上。但你很快就会发现根本行不通，蜡烛太软了，图钉穿过去也固定不了。好，此路不通。那下一个想法呢？有些人会想到一个更聪明的办法，就是用火柴把蜡烛的侧面烧融，然后试图趁着蜡油还热乎乎、黏黏的时候，把它粘在墙上。这个想法真的很有创意，但很可惜，通常也撑不了多久，蜡烛很快就会因为重力掉下来。在花了大概5到10分钟的苦思冥想、抓破头皮之后，大部分人才会突然哈哈一声，恍然大悟，找到真正的解法。你看，关键就在那个装图钉的盒子。我们一般人看到盒子，只会把它当成是装东西的容器，对吧？这在心理学上有个专有名词，叫做功能固着。意思就是说，你对一个物体的用途被它最常见的功能给绑死了，限制住了。就像你看到锤子，就只会觉得它是用来敲钉子的，却没想到紧急时刻，它也可以用来打破玻璃求生。但只要你能够跳出这个思维框架，你就会发现，这个盒子其实可以当成一个平台呀。你只要把图钉全部倒出来，用图钉把空盒子钉在墙上，然后再把蜡烛放进盒子里，问题就完美解决了，是不是很巧妙？好，这个蜡烛问题本身已经很有趣了，对吧？但真正的好戏现在才要上演。几年之后，
普林斯顿大学一位叫做山姆·葛拉克斯伯格的科学家，他用这个问题做了一个影响非常深远的实验。他把受试者分成2组，他对第一组人说：“我会帮你们计时，但别紧张，我只是想了解一下一般人大概需要花多久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单纯的对照组，没有任何压力。但对第2组人，他开出了超级诱人的奖励。他说：“如果你们解题的速度是所有受试者里面最快的前25%，你就能拿到5块美金；如果你是全场第1名，你就能拿到20块美金。”各位，这是在1960年代哦，那时候的20块美金换算成今天的币值，大概是将近6000块台币。为了一个几分钟就能解决的小问题，这是一笔非常非常大的奖励，诱因超强的。接下来这个问题超级重要，也是我们今天整个分析的核心。你先暂停一下，猜猜看，有重赏激励的第2组比第1组快了多少？按照我们所有人的商业直觉，所有管理学教科书告诉我们的，有奖励绩效就应该要更好嘛，对不对？他们应该会更专心、更努力、更想赢，所以解题速度肯定会快很多。如果你去问任何一个 MBA 的教授或学生，他们大概都会跟你说，第2组的速度至少快个2-3倍吧，很合理嘛。答案揭晓，有奖金的那一组平均比没有奖金的那一组慢了整整3分半钟。你没有听错，我再说一次，是慢了3分半钟。这个结果完完全全违反我们的直觉，简直不可思议。一个本来应该要激发创意、加速思考的奖励，结果却变成了钝化思考、阻碍创意的毒药。更可怕的是什么？这不是单一的偶发事件。这个实验在过去40多年里，被全世界无数的科学家在不同的国家用不同的奖励方式重复验证了几百次，得到的结果几乎都一模一样。这强烈地说明了一件事，我们过去奉为圭臬的那种如果你做到 A 我就给你 B 的这种外在激励模式根本就大错特错。这就带我们来到今天最核心的观点，在人类动机这个领域，科学界的共识和商界界的日常做法之间存在着一道巨大又深的鸿沟。几乎所有公司的管理制度，从 KPI 年终奖金到业务抽成、专案奖励，全都建立在一个已经被科学反复证明是错误，甚至是有害的假设之上。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为什么奖励会在这里彻底失灵呢？我们继续看下去，格拉克斯伯格的下一个实验就给出了非常非常漂亮的答案。为了找出真正的原因，格拉克斯伯格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变，他把实验变得更简单了。这次他把图钉从盒子里面拿了出来，直接撒在桌上，那个空盒子就摆在图钉旁边。你看，这样一来，盒子的那个平台功能是不是就变得非常明显了，对吧？解题的路径几乎是一目了然，你不太需要什么天外飞来一笔的创造力，你只要按部就班把东西组合起来就好。然后他重复了之前的实验，同样一组有奖金，一组没有。你猜猜看，这次的结果如何？重点来了，这次有奖金的那一组表现直接海放了另外一组，他们的速度快了非常非常多。为什么同样是奖励，结果却是天差地远？关键就在于任务的类型。我们可以把世界上所有的任务粗略地分成2种。第一种叫做机械式任务，它就是有固定的流程、清楚的规则跟一个明确的终点。就像图钉被拿出来之后的那个实验，你只要照着步骤做就好。像是工厂生产线的作业员，或是基本的资料输入工作，都属于这一类。对于这种任务，如果旧的奖励模式真的非常有效，因为奖励会让我们收窄视野，把注意力高度集中在目标上，加速完成。但世界的另一面是第2种任务，叫做启发式任务。它没有固定的路径，你需要去探索、去实验、去发挥你的创意，才能找到解答。最初的那个蜡烛问题就是典型的例子。而21世纪大部分的白领工作，从写程式、做行销到产品设计，其实都更偏向这一类。对于这种需要开放性思考的任务，奖励反而就变成了毒药。
为什么？因为它同样会收窄你的视野，让你像戴上眼罩的麻一样，死死地盯着眼前那个把蜡烛钉上墙的错误目标，结果反而让你看不见在视野边缘的那个真正有创意的解决方案，也就是那个盒子。如果你还觉得，这可能只是单一心理学实验的特例，那我们来看看经济学界的证据。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行为经济学家丹·艾瑞里，他在麻省理工学院 MIT 做了一系列的研究。他让学生玩一些需要动脑、需要创造力、专注力和认知技巧的游戏，然后提供3种等级的奖励：小奖、中奖跟大奖。结果发现，只要那个任务需要用到最基本的认知能力，奖励越高的组别表现反而越差。他们还怕说这是不是美国的文化差异啊？所以他们特地跑到印度乡下的马杜赖去做一模一样的实验。在那里，奖金的价值更高，最高的奖励相当于当地人好几个月的薪水耶。结果更惊人，拿到最高奖金的那一组，表现是所有组别里面最烂。在横跨3个实验的9项任务中，有8项都清楚地显示，越高的奖励导致越差的表现。而且你知道吗？赞助这项研究的是美国联邦准备银行，也就是美国的央行。他们本来是想了解要怎么激励那些华尔街的银行家跟交易员的，结果发现钱给的越多，他们在处理复杂问题时，可能反而变得越笨。证据还没完哦，我们再把目光转到大西洋对岸的伦敦政经学院。LSE， 这可是世界顶尖的商学院，他们做了一项规模非常大的统合分析。这不是单一的研究，而是把过去几十年来总共51份关于企业内部按绩效计酬制度的研究，全部拿来做系统性的分析。可以说，这是证据等级最高的科学结论了。那他们的结论是什么？他们白纸黑字的写着，我们发现金钱激励会对整体绩效产生负面影响。这句话讲得非常清楚了，这已经不是单一研究的发现，而是集结了数十年、数十个研究之后的铁证。科学界早就知道了，但我们的商业界好像还在装睡哦。好了，问题诊断完了。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证明，旧的那套作业系统，那个冬季 2.0 的版本已经失灵了。那解方是什么？如果胡萝卜和棍子已经不管用了，那真正能够驱动21世纪人才的动力到底是什么？科学家们提出了一套全新的作业系统，我们可以叫它动机 3.0。这套系统不是建立在外在的奖惩上，而是升级到去驱动人类内心深处的内在动力。这套新的动机作业系统 3.0 主要由3大核心元素构成。第一个叫做自主，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想要主导自己的人生、主导自己工作的渴望。第二个叫做精通，就是那种想在我们真正在乎的事情上不断的练习，不断的变得更强、更厉害的冲动。第三个叫做目的，我们渴望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是为了某个比我们自身更宏大的目标在贡献。这3个元素才是真正能够点燃我们内心热情、驱动卓越表现的燃料。今天我们先深入来谈谈第一个，也是我认为最强大的元素——自主。传统的管理学，它的核心概念是管控，目的是为了让员工乖乖遵从指令。但在今天这个时代，如果你想要的是员工全心全意的投入，那么自我导向的效果会远远胜过传统的管理。这听起来可能有点激进，甚至有点反常识，但世界上已经有许多顶尖的公司正在用实际行动证明自主的力量有多么惊人。我们来看第一个案例，澳洲有一家非常成功的软体公司叫做 Atlassian， 他们做的 Jira、Confluence 这些协作工具，很多科技业的朋友一定都用过。他们内部有一个超酷的传统，叫做联邦快递日。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因为你必须像快递一样，在24小时内产出点什么东西出来。他们会不定时地告诉所有工程师，接下来的24小时，你们可以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专案。
唯一的要求就是它不能跟你平常的工作有直接关系。在这24小时里，工程师们拥有100%的自主权。结果呢，就这一天极度自主的时间，催生了无数的软体修补和超有创意的创新功能。这些好东西在正常的开发流程中，可能永远都不会出现。讲到自主，那就不能不提 Google 了。他们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政策，叫做20% 时间。这个政策允许员工可以把1/5的工作时间用来做任何他们自己充满热情的专案。他们对自己的时间、任务、团队，甚至使用的技术都有极大的自主权。结果是什么？在 Google 的黄金发展时期，每年大概有1半的新产品都是从这20% 的自由时间里诞生的。我们现在每天在用的 Gmail、Google News， 甚至帮 Google 赚进大把钞票的 AdSense 广告系统，全部都是这个自主制度下的产物。我们再来看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叫做 Role， 它的全名是只看结果的工作环境。在实施 Role 的公司里，员工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他们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想在哪里工作就在哪里工作，甚至你整天待在家里也没人管你。他们唯一需要负责的就只有一件事，把工作搞定。你怎么做，什么时候做，在哪里做，完全由你自己决定。连开会都是选择性参加，你觉得这场会议跟你无关，没必要，你就可以不用来。你听到这里可能会觉得，哇，这也太疯狂了吧，公司不会整个乱掉倒闭吗？事实上，几乎所有导入 Role 的公司都发现，生产力、员工的投入程度，还有工作的满意度是全面提升的，而公司的离职率则是大幅下降。这就证明了，当你真的把员工当成可以信任、可以为自己负责的成年人，他们回报你的就是超乎你预期的成果。如果你还是觉得，这些可能都只是科技业的透例啦，不适用于其他产业，那我们来看一场终极对决。在1990年代中期，当时的软体巨头微软投入了数百万美金的巨额资金，聘请了全世界最顶尖的专家和管理者，打造了一套数位的百科全书，叫做 Encarta。这完全是传统的由上而下、靠金钱激励的外在动机模式，可以说是百科全书界的巨人格里亚。几年之后，另一个百科全书出现了，它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模式，没有任何预算，没有人领1毛钱薪水，所有的贡献者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志工，他们纯粹是为了好玩，为了分享知识，为了一个更宏大的目的而做。它的名字就是我们今天都非常熟悉的维基百科，一个典型的挑战巨人的大卫。这简直就是一场动机界的世纪拳王争霸赛，对吧？一边是资源雄厚、重金打造的 Encarta， 代表着外在动机；另一边是无偿奉献、由下而上的 Wikipedia， 代表着内在动机。如果10几年前你问任何一位经济学家，这两个模式对决谁会赢？我敢说，没有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专家会把赌注压在 Wikipedia 身上。但结果，我们今天都知道了。这场世纪对决的赢家是谁？是内在动机、自主、精通与目的，以绝对的 KO 技术性击倒胜出。好，我们来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这也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3个 takeaway。第一，如果这种条件式的奖励只对那些规则简单、路径明确的机械式任务有效，而且范围非常狭窄。第二，对于需要创意、需要解决复杂问题的21世纪工作来说，传统的奖励不但没有用，还常常会扼杀创意，让结果变得更糟糕。第三点，通往卓越绩效的真正秘密，不是外在的那些胡萝卜跟棍子，而是我们内心那股看不见的，为了把事情做好而做的内在驱动力，也就是自主、精通与目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而且重要的问题。科学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答案了，但我们的世界从学校的教育方式到企业的管理制度，很大程度上还是在用100年前工业时代的逻辑在运转。那么最关键的问题就变成，我们每个人该如何重新设计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团队、我们的公司，让他们真正围绕着那些能够点燃我们内心火焰的元素，也就是自主、精通与目的来打造呢？
这不只是一个管理学的问题，它更关乎我们每一个人能不能在工作中找到真正的意义与成就感。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传统的奖励换表现模式在面对需要创意的复杂任务时，不仅无效，甚至有害，它会收窄我们的视野。第二，科学证明，真正能够驱动长期高品质表现的，是来自内在动机的3大支柱：自主、精通和目的。第三，从 Google 的20% 时间到维基百科的成功，都一再证明了，当你赋予人们自主权，信任他们，就能释放出惊人的潜力。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